曾因父母的出身感到不安吗？小女孩在乡下长大，父母开了家西装店，家庭靠卖西装为生。一次，一对军官夫妇来定做衣服，小女孩的机智可爱，很快就得到了军官夫人的喜爱。从此以后，军官夫人一有空，便带小女孩到自己家里，教小女孩上流社会的精致生活。这样的好机会，本以为能改变她的未来，谁知道，这却成了她最惨的经历。因为军官夫人好面子，在韩国的小村庄感到寂寞，为了不被村里人小看，她开始蒙骗他人，声称自己是美国的贵族，还说是戴安娜王妃的亲戚。不止这些，军官的妻子还教小姑娘撒谎，用扑克牌来示范，得到王牌时要保持镇定，如果流露情绪，别人就能猜到你的牌，只有冷静下来，别人才猜不透你的想法。不久，这对军官夫妇就离开了这个小镇。走之前，夫人再三叮嘱小女孩，要随时维持一副冷静的面孔。小女孩把这话铭记在心，但父亲却忍不住开始担心，他们家条件一般，女儿却总憧憬贵族生活，担心她将来能否吃苦。妈妈认为不用过于忧虑，相信女儿能够自己应对。时间飞逝，几年后，小女孩已经长大并开始上学了。她叫柚墨，虽然成绩很好，但家境不允许她学芭蕾。面对同学的怀疑，她说芭蕾只是爱好，但有同学发现她家很穷，还有个哑巴妈妈，这让柚墨很生气。她请爸爸让她去参加芭蕾比赛，连服装都是借的，只希望爸爸允许她去参加，因为她要洗刷耻辱。幸好聋哑的妈妈支持她，这才让爸爸答应了。柚墨名不虚传，在比赛中夺冠，给那些小瞧他的人沉重一击。日子一天天过，柚墨用冷静的面孔和巧妙的言谈，赢得了周围人的连连称赞。柚墨坠入爱河，原来星光璀璨的生活被彻底搅乱。高考就在眼前，他和老师的恋情被学校发现了，老师将自己的渣男本色展现无遗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柚墨头上，声称是柚墨勾引他，这让柚墨非常难过。最后老师仅被停职处理，而表现出色的柚墨却遭到开除。某个早晨，我和爸爸悄悄离开，去首尔上学，因为高考临近，这时候转学的通常情况不简单。新学校起初不想接收柚墨，但爸爸多次请求，加上柚墨成绩很好，老师特例让他加入，不过提出了一些条件，专心学习，别交朋友。爸爸为柚墨租了个房，还给他留了些生活费，想吃啥就买啥。柚墨心情差，把父亲送走，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城市，一切的不同让他不习惯，特别是缺少了周围的赞美，因此他的成绩大幅下滑，最终未能考进大学。高考后，柚墨陷入了失落，这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母亲得了老年痴呆，让他有空回家看看，小心翼翼地问柚墨的成绩。听到父亲充满期待的声音，柚墨真的说不出口，犹豫了好几次，柚墨又撒了个谎，跟父亲说自己考上了大学。父母开心的来看望柚墨，不惜长途跋涉，还送了他珍贵的礼物。收到礼物后，柚墨开始圆谎，他花重金报了补习班，希望明年能上大学。复读时，与他同住的志源是真正的大学生。志源听房东阿姨说柚墨跟他同校，就主动接近了柚墨，还跟柚墨交了电话，想拉柚墨进校园编辑部。柚墨觉得自己不够格，找借口说不感兴趣拒绝了。看着志源走远，柚墨心里很羡慕，他也渴望有那种充满活力的大学生活。这天，志源发短信邀请柚墨来编辑部吃披萨。柚墨刚从复读班出来就直奔编辑部，这是他第一次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，心中那抹虚荣之火又冉冉升起。当被问到老家在哪时，他脱口而出说自己从小在美国生活，就能赢得学姐们的羡慕。这样的夸奖让他又沾沾自喜起来。志源发现柚墨挺可爱的，于是送他一件编辑部定制的 T 恤。不久，柚墨高考结束再战，交卷后他趴桌上后悔不已，担心这次还是过不了。他正往家走，志源打来电话邀请他去参加编辑部的活动。活动现场，漂亮的柚墨吸引了众人目光，而所有在场的男生都对他展现出了殷勤。在这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夜晚，自然少不了浪漫的爱情故事。柚墨邂逅了他的白马王子江浩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几天后，复读班的老师打电话来，劝柚墨不要报考难度大的医学院，以免又一次落榜。可柚墨您可再读一年，也不愿去读三流大学。那天，柚墨跟江浩出去玩，江浩偶然瞥见他的复读书籍，十分好奇。柚墨解释说他在做家教，江浩并未起疑，随后告诉柚墨一个喜讯，他有机会去纽约交换学习，但是他不忍离开柚墨，建议柚墨一起去。俩人毕业就结婚。江浩之前向家里人提起柚墨，这是个让柚墨见见家族的好机会，终于能去梦寐以求的美国。柚墨肯定乐意去，
但留学的费用不小，他家的经济情况显然承担不起。于是幼默开始游说父亲，声称自己获得了优秀生的荣誉，学校给他机会出国深造，但得自费。爸爸犹豫不决，还是硬着头皮凑了留学费。幼默是否天生就爱说谎，连老天都看不惯。机场时，江浩接了妈妈的电话，幼默的所有资料都是假的。他说自己在美国长大，全是谎话，还有他提到的那所大学，其实幼默这个人不存在。飞机起飞后，他一个人拎着行李离开了机场。后来得知江浩知道被骗后，便秘密搭机离开，留幼默孤单一人，这让幼默难过了整整1周。那天一大早，他接到邻居的电话，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。原本在幼默出发去美国前，父亲已经被诊断出癌症，为了不影响幼默的未来，父亲选择保密。他深感悔恨，如果不是自己撒谎，就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。葬礼结束后，幼默决定卖掉西装店。在查看账本时发现，父母一辈子都精打细算，家里所有大笔支出都是为了他，这让幼默感到更加心酸。安顿好母亲，幼默回到首尔，因为没学历，只能四处做临时工为生，一边打工一边找好工作。这一天，他在网上发现一条招聘信息，看到不看学历，幼默决定试一试。这是一家家庭式企业，经营一间画廊，总裁是李作家。幼默的工作就是照顾李作家的女儿玄珠，让她舒舒服服。看了幼默的简历，李作家忍不住讽刺几句，但女儿喜欢，他也就不多说了。只要幼默不无缘无故迟到旷工，好好工作就可以了。幼默成功得到了录用。李夫人是个虔诚的信徒，有空就会跟姐妹们一起祷告。玄珠刚从美国归来，目前在经营一家配饰店，性格开朗活泼。虽然这工作挺累的，但比起以前的临时工作来说，不光好一点，至少交了4大保险。这一天，玄珠和李夫人准备迎客。李夫人觉得玄珠穿得太露，叫幼默到玄珠家取几套遮体的衣服来。这是幼默首次进玄珠的房间，他对那里的豪华大为震撼，满目琳琅的衣帽间更是吸引。这时，幼默在地上发现了双高跟鞋，不自觉试了试，他挺满意，但这不属于他，这是玄珠的生活，简直就像幼默谎言的现实版。从小在美国长大，父母都是企业家，他从未想到自己编的谎言竟会成真，但他也只能羡慕。岁月匆匆，幼默已在此工作多年，玄珠非常信任他。虽然偶尔玄珠会送些礼物给幼默，但那只是施舍，并非关心。李作家也是同样态度，在他看来，佣人不算人，只不过是供他使唤的机器。幼默曾去请假，李作家不仅不准，还痛骂幼默笨且懒，认为他注定一生底层。这些话让幼默很受伤，但他仍需振作精神照顾玄珠。玄珠心情差，要出国度假，叫幼默订机票。不止这些，他还向幼默抱怨，说自己真的很倒霉很苦。幼默听了哭笑不得，如果这叫不幸，那他的生活该怎么形容呢？幼默取出玄珠的护照，上头写的是玄珠的英文名字 Anna。 护照快到期了，幼默把这事告诉了玄珠，但玄珠却把护照扔地上，说让幼默去更新就行，难道还需要他指导这种小事？幼默卑微地捡起护照，带着复杂的表情离开了。夜晚窗外大雪纷飞，幼默心里做出了决定，他厌倦了这种生活，他本不该这样。按照他的计划，他极度渴望那些虚荣的日子，于是他偷了美术馆的钱，还拿走了玄珠的美国护照，趁雪夜逃离了美术馆，回到乡下舒服地睡了一觉。查看手机，发现很多找他的电话和信息，他统统忽略了。收到志源的信息后，幼默立即回拨了电话。他在志源眼中依然保持着完美形象，希望通过志源找到工作。志源作为记者，人脉很广，很快为幼默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成为补习班的美术老师。在填写资料时，幼默用玄珠的护照填写了所有信息，而且还用了玄珠的英文名字安娜。面试前，幼默特地去弄了头发，借了一套名牌服装。玄珠的优秀学历加上志源的推荐，使幼默很快就得到了面试官的认可，甚至可以立即上岗。还名牌衣服的时候，幼默拿出玄珠赠的手表，看看这儿能不能收。店员告诉他，这个品牌之前曾爆出假货丑闻，赠送手表的人肯定别有用心。幼默这才明白玄珠为什么会送他这个。从今往后，他不让别人小看，他决定改名为李安娜，且已获法院批准。今后他将以安娜的名义生活。为了掩盖这个谎言，他走访了多家留学中介，扮成客户，去了解顾问们的套路，然后将这些话语传授给学生，以此展示自己博学多识、精湛的表演技艺，成功欺骗了周围所有人。任何与幼默打过交道的人都称赞他聪明又漂亮，这让幼默自负心态格外膨胀。
这天，幼默接了邻居的电话，因为市场开发的缘故，父亲的西装店即将被拆迁，而且还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拆迁费。幼默用一半的钱把母亲安置在疗养院，剩下的钱自己挥霍一空。先在首尔租了间房子，然后买了些仿品牌服装，继续扮演安娜的角色。某天，尹默通过家长介绍，认识了和玄珠曾是校友的李老师。李老师虽然听说过玄珠的名字，却从未见过面。听说玄珠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回国后也不去参加同学会，所以知道他的人真的不多。幼默了解这个情况，所以才敢冒充安娜，毫无顾忌。即使幼默的身份是假的，他的能力真的很强。他辅导的学生能轻松考进耶鲁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幼默依靠谎言和高超演技，在补习班建立了名声，学生们都很喜欢他。有一天，李老师找到幼默，希望他去教育学院教教养课。其实李老师心里有点小算盘，学校真需要他的帮助，因此才会去找听话的幼默。但这可是名校教师的岗位，竞争相当激烈，幼默不得不花钱才能获得这份工作，别无选择。幼默只好将房子改租月租，然后他把这消息告诉志源。志源相当羡慕，像幼默这样的富家孩子，完全不懂他们穷人的辛苦。幼默怎会不知，她本是穷家女，只不过装成富人罢了。不久之后，李老师带幼默去见学校的理事。年轻且美丽的幼默很快就赢得了理事的喜爱，自然而然他就得到了那个职位，成了大家眼中的教授。幼默很努力的把要学的东西晚上研究明白，为了显示出他的学问，就这样幼默的名声越来越响，学生也越来越多。学校的老师看到这么优秀的幼默，想给他介绍对象。一家上市公司的代表上网查了这个代表的信息后，幼默答应见面。代表是志勋，刚见幼默，志勋就开始自夸。幼默对他不感冒，直接问为啥有钱还买山寨沙发，让志勋超尴尬。见志勋虚荣的样子，幼默立刻找借口说不想结婚，就拒绝了志勋。但志勋没放弃，他建议与幼默见3次面，如果3次后还没感觉，他就不再追求。晚上，幼默将相亲的事透露给志源。关于志勋，志源多少有点了解，自行创业，通过节目推广，使自家的股价大幅上涨。尽管志勋在 IT 界声名显赫，虽然学历不高，只是有了钱进了名校学习。也许志勋和幼默很相似，都是从基层起步，没有什么文凭。或许幼默梦想跻身上流社会。了解到志勋的经历之后，他便开始与志勋交往。这天，幼默回到乡下探望母亲，母亲通过手语告诉他，他做了个噩梦，梦里幼默哭得很伤心，还要去很远的地方。看着显得有些糊涂的母亲，幼默自言自语，他并非要去远方，实际上是要结婚，因为他撒的谎，母亲无法参加他的婚礼。双方定亲时，幼默所谓的父母，他付钱找的演员，幸亏这些演员演得真好，轻易地骗过了志勋的父母。不久之后，幼默与志勋办了婚礼，从此幼默顺利跻身上流社会。婚礼拍合照时，志勋爸爸叫来一个小孩，原来是志勋堂兄的孩子。小孩有自闭症，见到幼默手上的捧花，开口介绍了花的品种和来源。志勋立刻制止了他，然后合影留念。婚后，幼默如愿成了上流社会一员，志勋同样提升了自己的地位，毕竟娶的是名校的美丽教师，优雅的令人艳羡。和其他企业家一样，志勋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后，决定涉足政界，所以带幼默出席多个政界聚会。幼默的知性与优雅为志勋吸引了不少支持者。然而随着认识的人数增多，幼默的心中不安也随之加剧。她毕竟是假扮的安娜，如果遇到熟悉安娜的人，她的生活可能就会回到原点，甚至活得更糟了。因此她不愿志勋从政，但志勋已下定决心，自然不会退出。志勋参加了名校的绘画颁奖仪式，接下来是一位聋哑女孩发言，约定的手语翻译没能及时到达。得知情况后，幼默主动提出翻译，女孩显得很紧张，幼默则在旁安抚她。幼默的话轻松缓解了她的紧张，她站在台上，自信地用手语发表感言，幼默在旁帮忙翻译。演讲一结束，她就抱住幼默，引得观众爆发出欢呼。志勋也对幼默的表现很满意，因为他要进入政界了，需要这样能干的伴侣，帮他赢得更多支持。晚上把幼默带回家，在坐电梯的时候，偏偏碰上了这辈子最不想见的人，那人正是玄珠。他低头试图躲开，但玄珠仍然认出了幼默。当玄珠喊出李幼默的名字时，幼默不知不觉后退了，甚至电梯到了楼层，他还紧张地忘记下车。幸亏玄珠提醒了他，他缓缓从电梯里走出。回到家里，幼默一下坐倒在地，久久没能缓过神来。自打见到玄珠起，幼默就一直心神不宁。他还发现了，
玄珠似乎与他同住一栋楼。为了了解玄珠的近况，柚墨找到了以前在玄珠家工作的佣人。佣人透露，李作家去年已经去世，公司也面临倒闭。玄珠是因为离婚才返回韩国，回到国内后从事与一个艺人相关的服装业务。至于他是否会再回美国，佣人表示不清楚。听了这些，柚墨更感危机。他找志源谈话，询问为何选政治部。志源认为，那些嘴上叫正义的人，实际上都是私心，必须得有人给他们点颜色看。柚墨一回家便劝志勋搬家，他想住能开窗的房间，可志勋却不愿意。住这儿，为了显示他的尊贵。见志勋态度坚决，柚墨只好放弃。想起志源的话，志源对他很好，因此他想帮志源，帮他进入政治部，看志勋能否帮忙引荐。志勋可能同意，但他提了个条件，柚墨得主动和议员夫人们接触，尽管不情愿，还是得同意。志勋言出必行。第二天，志源就接到了政治部日报的电话，邀请志源加入他们。志勋外表斯文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好人。有司机开车来接，因为路上发生车祸，所以晚到了几分钟。他对司机拳打脚踢，边打边骂，说的话跟李作家当年训佣人一样，说别人懒还爱找借口。柚墨原本要上前制止，但却被志勋挡住了。见着司机在挨骂，柚墨感到特别难受，似乎看到了从前的自己，也曾像司机一样生活在底层社会。那天，柚墨辅导过的学生来看他，还带了他爱吃的美式小吃。柚墨冷冷得道了谢，不是不想跟学生聊聊，而是他心思不在这，因为快要回家，他怕又碰上玄珠。上电梯时，柚墨迟疑了，走到楼梯那儿，尽管爬楼费劲，但总比碰见玄珠强。柚墨为此每天选楼梯，鞋子也磨破好几双，从此未再见过玄珠。正当柚墨觉得万事大吉，玄珠突然又出现了。这一天，柚墨刚下楼梯，玄珠已经拿着一份校友信等着了。玄珠质问柚墨的原因，信封上的学校明示玄珠读的地方，名字变成了他的英文名安娜，地址也改成了柚墨的家。在玄珠追问下，柚墨最后承认冒用了玄珠的身份，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，但玄珠不在乎他有无苦衷。如果每个犯错的人都有原因，只说一句无意的就能被原谅吗？那还用得着警察吗？在他眼里，柚墨的做法就是欺骗，所以他绝不会饶恕柚墨。柚墨一听这话，只得放低自尊，跪在玄珠面前，表示自己将会停手，恳求玄珠多给点时间。但玄珠不打算饶恕柚墨，既然敢偷取别人的生活，得有勇气接受一些损失。他需要在下个月之前筹集30亿韩元，这真不是个小数字。柚墨虽是企业家的妻子，但他完全没权利，更不用说钱。他只是志勋拿来炫耀的一个工具。玄珠提的要求对他而言实在是太难了，玄珠不在乎这些，他只要看结果。临走时还特意提醒柚墨，让他以后继续走楼梯。晚上志勋跟政客喝酒，结果醉倒在车里。大厦保安电话通知柚墨，让他下来把志勋带回家。柚墨到停车场一看，发现志勋副驾竟然坐着个女人。柚墨马上关上车门，转身就拨报警电话，报告这辆车有酒驾。另一边，志源因托关系进政治部，和前辈们喝酒。身为女性，整晚都被男同事捉弄，就算这样，志源也没退缩。望着同事们的背影，志源更是坚定了，决心要有所作为，让那些小看他的人刮目相看。第二天，柚墨在吃饭时故意问起，为啥警察凌晨来找志勋？志勋没直接回答，反告诉柚墨，打算用柚墨的名字成立个奖学基金，这意味着柚墨得经常露面上媒体。柚墨其实很不愿意，但志勋认为有钱就应该让大家看看。最近还在参与选举活动，夫妻俩的一举一动都被解读，并且遭到公众评判。柚墨沉默不语。就在这时，昨晚那位女士解开家门密码锁，走到他们面前。志勋对柚墨的惊讶视若无睹，这是他的秘书，并且从今天开始同他同进同出。秘书向柚墨做了自我介绍，挺讽刺的，秘书还叫柚墨。其实玄珠向柚墨要30亿，只因他自己亏空了30亿。李作家一走，一向只会花不会赚的玄珠很快就把家产败光，连大楼都赔进去了，所以他才开始威胁柚墨。自己虽能轻松拿钱，柚墨却愁得满脸愁云。你得明白这是30亿啊，不是区区30块。柚墨正愁眉不展，家里的佣人突然来请假，因为明天他孩子要做手术，他得去陪伴。可是明天志勋要宴请政客，这让已经头疼的柚墨忍不住爆粗口，竟然脱口而出和志勋一样的话。他为什么要顺从他们？为什么要在乎那些鸡毛蒜皮的事？话一出口，柚墨马上感到一丝后悔。他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了？什么时候戴上了有色眼镜？难道底层的人不是人了？正当柚墨发火时，
秘书静静地站在旁边，幼默看到了秘书，这才冷静下来，最后答应了女佣的休假请求。秘书过来是为了带幼默去晚宴。路上，幼默与秘书聊了起来，问秘书跟着志勋是不是很辛苦。秘书哪敢乱说话，一开口就夸赞了志勋一番。幼默听了后，淡淡回了一句：“看吧，人人都可能撒谎。”秘书原本想解释，但幼默不再讲话，他只好下车去检查宾客是否齐了。这让幼默想起，他早先服侍玄珠时，也常帮忙核对宾客是否到位。这时的秘书，就像旧时的幼默，待所有客人都到了，幼默就去参加晚宴。这时秘书接了个电话，偷偷对志勋低语。志勋一听，脸色马上变了。在另一边，志源跟江浩约好见面。其实江浩刚从美国返回时，他之前见过志源，今天是他主动找志源，因为他有事想跟志源说。两人刚坐好，江浩掏出手机问：“报道里的人是不是幼默？”志源点头确认，怕他们俩尴尬，故意没提。但江浩接着说，让志源大吃一惊，幼默根本不是学生，竟是高考3次未过。两人相处期间，他已识破幼默的谎言，幼默从头到尾都在欺骗他们。志源听后惊愕万分。在地下停车场，面对威胁自己的女人，幼默真想让她消失掉，一想到就去做了。幼默踩油门想撞向玄珠，但在临界点，他还是按了刹车。看到这一幕的玄珠一点也不怕，反倒是讽刺幼默没胆。为了践行与志勋的约定，幼默开始见议员夫人们，没想到这些议员夫人也没好到哪去。他们和幼默一样，老公都用他们当工具人，让这些女人聚会，实际上是为了帮忙处理一些老公不便露面的交易。志勋刚进入政界，迅速得到支持，呼风唤雨，自然送礼的人也络绎不绝。但幼默不喜欢这种交易，对那些送礼的夫人总是冷冰冰，哪怕对方送了1亿韩元，幼默依旧不给他好脸色。晚上停车场见面时，幼默将1亿韩元交给玄珠，这已是他尽力而为。没想到玄珠直接把钱扔在地上，他想要的是30亿，不是1亿。如果幼默没这么多钱，可以向她老公要，如果不会开口，玄珠不介意帮忙。他离开前还特意嘱咐幼默，让他以后都走楼梯，好凑齐30亿韩元，把幼默叫回家，列出要见的议员夫人们，如果人人都能捐款，这么一来，下个月就能凑够30亿。幼默就开始积极见议员夫人，对他们都很友好。看着脚边一包包钞票，幼默安心了。而在另一侧，听江浩说幼默撒了谎，志源简直不敢相信。但江浩言之凿凿，作为一名记者的志源，坚持追查真相，开始调查幼默。先从他自己的大学开始，查是否有教幼默的新生入学。这次查了好多个幼默，但一个美术系毕业的都没有，幼默查不到。于是他开始查李安娜这个名字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志源坚持不懈的回到大学时的老房东那里，询问房东关于幼默的事。房东对幼默记忆犹新，那时候幼默拖欠了2个月房租，人间蒸发了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房间乱得一塌糊涂。房东为此还专门跑到幼默老家，向他父亲催房租。房东说，幼默家在偏远乡村，父母开西装店，家境也不怎么样，幼默的生活状况也是如此。志源又去了幼默以前的辅导班，负责人对他说，幼默既聪明又优雅，教的学生大都能进好学校，没发现啥异常。如果非要挑刺，那就是幼默的英语一般，讲的是英式英语。志源要求查看幼默的学历证，之后他直接前往幼默的老家。一下车我就步入了隔壁的小吃馆。提到幼默的时候，邻居大妈显得很自豪，她和幼默的妈妈总被幼默蒙在鼓里，甚至现在还以为幼默在美国。之后志源去了幼默的高中，那里的老师对志源说，幼默外貌和学业都不错，就是太爱出风头了。高3时和年轻老师谈恋爱被发现，他被迫转学到首尔。老师回想说，幼默在首尔上课时，夜里经常找他，边哭边聊到天亮，然后一早坐首班车回首尔。老师觉得，像幼默这样经常被夸的孩子，一旦自我怀疑，就特别容易受伤。他很想知道，幼默现在变成什么样了。这时志源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的电话，上司要他晚上抽空款待志勋。志源原本想拒绝，但上司告诉他，推荐他来这份工作的正是志勋。没办法，志源只好赶回首尔。同时，玄珠出现在机场，但她不会就这么走的。30亿还没拿到，她不可能就这样离开。她是来接她的丈夫和女儿的。她和她丈夫本来就不和，因为航班延误，她对丈夫更是不满。玄珠一直到现在，觉得没什么值得珍惜的，除了女儿，女儿是个特例。她特别珍视女儿，只要有女儿在就足够了。接了女儿后，玄珠没给丈夫好脸色，
直接带女儿走了，让妈妈帮忙弄行李。玄珠不想见丈夫，丈夫也是这么想，她盼着快点办离婚，这样就不用再相见了。同时，志远按约回首尔接志勋。志远对自己是空降兵挺不高兴，志勋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他不是那种靠拉关系就随便安排工作的人。他同意安排志远，是因为认可他的能力，想给他一个机会。说罢，递给志远一份文件，里面装的是竞争对手的黑料。他期望志远心怀感激，将报道发布，但作为记者的志远不会随便曝光黑料，于是他搁置资料，坚决拒绝了志勋。志勋没生气，只是认为志远未尝艰难，在强大势力面前，自尊显得格外微不足道。他劝志远向幼默学习，把握时机赶紧结婚，放下那点可怜的自尊。志远听着志勋的话，感觉特别反感。送走志勋后，志远看到幼默的学历证书，收到了耶鲁大学的邮件，确认有个叫李安娜的，确实在那儿获得了硕士学位。志远看后几乎要崩溃了，他弄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幼默。不久后，志勋被提名为首尔市长候选人，秘书体贴地准备了花束，让幼默上台给丈夫献花。活动结束，接着是政界聚餐，餐桌上竞选团队高呼夫妻的名字，志勋兴奋异常，幼默则冷漠地坐着，心里丝毫不觉得快乐。为庆祝成为候选人，志勋和团队彻夜狂欢。幼默受不了，只好先回家，顺便关心了下秘书。没想到秘书也很辛苦，得一直陪着志勋，随时待命。进电梯时，秘书累得坐在地上，家里的幼默也累坏了，直接趴地板上睡了。志勋彻夜不归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团队提议志勋养个猫，现在大家都挺喜欢猫的，如果选举时养只猫，民众自然会聊开来。听说这能引起话题，志勋马上同意了，不过得先给猫起个名。宣传部正准备把这个救猫的故事发到网上，想了许久，志勋给猫取名首乌里，寓意首尔。幼默继续会见议员夫人们，志勋成功成为候选人，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幼默随便聊几句就能轻松收到不少礼金。见完议员夫人后，幼默去药店买东西，途中看到电视报道，一位30多岁女士对生活绝望，选择在车里用炭烧自尽。望着那些建筑，幼默心生疑虑。回家的路上，他故意绕道到曾氏工作处，也就是玄珠的住所，看到一大群警察在这守着，幼默这才确信自杀的是玄珠。他感情复杂，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，带着复杂心情回家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他都为了躲避玄珠而走楼梯，如今玄珠不在了，他终于勇敢起来，按电梯按钮。婚后多年才知道，老公有许多隐秘，不只曾离婚，还有个自闭症的儿子，这女人实在难以接受。她决定奋起反击。又是她回家，看到玄珠自杀的新闻，回想玄珠在停车场的勒索，让她以后还得爬楼梯。因此幼默断定，以玄珠的个性，不会轻易自杀。他不由得对玄珠的死感到可疑。不久后，志勋回家质问幼默，为何没参加今天的重要活动？幼默敷衍说自己要上课，反正他去了也只是坐着像摆设，偶尔不去也无伤大雅。志勋冷眼看着幼默，觉得幼默对他态度不对。幼默回应，现在志勋跟他说话的语气像当初他开除司机那样，但他不是司机。志勋无言以对，点上一根烟，让幼默辞职，还派秘书监视他。幼默心里明白，让秘书跟着他主要是为了监视。志勋冷笑一声，没有反驳。幼默的讲话让志勋特别满意，也帮他拉来了更多支持者。志勋现在是候选人了，接下来要举行多场演讲，他激情四射的讲话立刻赢得现场一片喝彩。志勋还向国民行了一礼，此举是为了展示他的决心。幼默没按志勋的建议，依旧努力在学校教书，因为他享受教学的乐趣。下课后，助教突然表示舍不得幼默，让幼默一头雾水。刚得知主任说因为选举幼默要暂停工作，说罢递给他停职书让他签。幼默明白这是志勋搞的鬼，只得无声地签下姓名。秘书确实像志勋说的那样，时刻陪伴在幼默身边。得知秘书家离得远，每天往返奔波，幼默便帮他在附近找了个公寓，毕竟不图回报怎会有赠与。秘书现在基本就是幼默的人了。幼默让他查一下那位被解雇司机的地址，不止这些，还得他找出志勋心情差时随便开掉的所有员工信息，还得嘱咐他别让志勋发现。夜晚幼默开车回家，从后备箱取东西时发现了那30亿现金，他把钱稍微推了推，用别的箱子遮挡好，这才放心离开。正要上楼时，碰上了玄珠他妈和小孩。看到那么小的孩子，幼默眼里泛着泪光，他真的没勇气跟孩子一起坐电梯，
于是踉踉跄跄地走向楼梯间，才迈了几步就坐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志源仍在调查幼莫，他浏览了二手网站，查看后确认确有安娜这个人。于是他联系了安娜的老同学，通过同学得知，安娜有2个名字，韩国叫玄珠，美国名叫安娜，去年仍在波士顿，目前在韩国处理离婚。同学推测志源在找安娜，因为待写论文的事，命案发生，这里已经封闭，可志源还不知情，想悄悄进去看看，却被附近警察拦住。坚持不放弃的志源随警察一起去了警局。警局的前辈对志源说，玄珠的确是自杀了，因为炒股亏损并且要离婚，再加上失去了抚养权，长期酗酒和赌博。玄珠的妈妈还说，玄珠在美国生孩子后得了躁郁症，这种情形听起来就像是自杀。幼莫联系了那个被解雇的司机，他最近经常见那些被智勋开除的员工，想借此了解真实的智勋。他认为跟着智勋4年的司机肯定有他不了解的事，不管是公是私，他希望司机能透露一些。司机确实受了委屈，但他签了保密协议，因此不能随便说。幼莫看到这情况，劝司机。第二天，幼莫开始做志愿者，体验了一整天的志愿生活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表面上是充实快乐的一天，但活动结束后，幼莫失望地坐在车里，不愿回那个冰冷的家。将查到的公司税务资料给了幼莫，然后2人在车内聊起来。伺候人心情真难受，因为难以捉摸主人需求，总得留意主人脸色动作。因为他有过相似经历，幼莫心烦意乱，向秘书借了打火机和烟。次日智勋拉票时，幼莫紧随其后。看到新闻里报道智勋，幼莫决定不理会。志源回到编辑部，发现大家都忙个不停，他摸不着头脑。前辈透露给他，智勋爆出了丑闻，原来他有个已婚妻子和一个自闭症儿子，现在他们都在美国。当晚，智勋得知这事，他痛斥跪在地的手下们，提醒他们因为女人问题，已经有4个政治人物黯然退场，他绝不想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。当智勋正在讲话时，手下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原来是网上爆出了关于幼莫的负面新闻，声称幼莫的论文有造假。幼莫反复刷新电脑屏幕，面带得意笑容。这时秘书过来报告，智勋正在找他。见到智勋，他便向幼莫透露了这情况，他已经找到代写论文的人。几小时后，那人将举行记者会，澄清论文是原创的。为了保证选举顺利进行，智勋嘱咐幼莫近期避免在媒体前出现，同时询问幼莫能否像以前一样生活。这时幼莫才明白，智勋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。智勋也承认了，直接说玄珠真是疯了，竟然大言不惭地联系他。说完还露出了诡异的笑。幼莫看着智勋那阴森的笑容，好像知道了什么秘密。智勋走向幼莫，示意他别说话，然后叫秘书送他回家。幼莫到了地库，犹豫不前，不想上楼。他似乎听见了玄珠的声音，走下车，一步步靠近玄珠。玄珠低声自言自语，大家都说她像公主，给她起名叫安娜斯塔西亚。那位名叫安娜安德森的女士，曾冒充已故的安娜斯塔西亚。生活了解这一切之后，他便不再使用安娜这个名字。幼莫终于明白自己有多悲哀，连偷来的身份都是假的。玄珠责怪幼莫毁了他的生活，他绝不会原谅幼莫，要让幼莫永远受苦。幼莫失去了回家的意愿，孤单地站在街头吸烟。他不停地思考，自己真的需要那些东西吗？一旦想通这个问题后，幼莫拜访了志源，敲了志源的门。夫妇俩刚锻炼完，老婆似乎有点累，因为智勋差点掐死幼莫，但最后关头停了手。这对夫妻表面看似和睦，实则早已心离而远。这不也反映了现实社会吗？老公赚钱，老婆带娃，除了孩子，夫妻俩再无交流。自从玄珠出事以来，幼莫和智勋的关系更加冷漠，表面上是恩爱夫妻，私下里则摘下面具，两人相互厌弃。看到智勋让人反感的表情，幼莫感到极度厌烦。尽管智勋被抱有私生子，他的支持率却意外上升了，但大部分都是因为幼莫。大家都觉得幼莫很高尚，居然能原谅丈夫重新结婚。其实幼莫也不是一无所知，那次婚礼上，智勋带的那个孩子不是堂兄弟的，而是智勋亲生的。还有关于智勋的前妻，前妻并没有失踪，也没有在岛上意外死亡，智勋暗地里把他杀了。他知道幼莫不是安娜，难道是帮幼莫干掉玄珠，然后幼莫反过来揭他的老底？他不懂，为了现在这种体面生活，幼莫连名字都改了，还有什么不满？智勋气急败坏地掐住幼莫的脖子，幼莫差点窒息。他突然松开手，紧紧抱住幼莫，在他耳边悄声说话。他从未想过玄珠会死，
但现状如此，幼默也难辞其咎。可他不想幼默做出冲动之事。这时贵宾来访，两人迅速戴上面具。智勋带着笑容迎接来宾，幼默则偷偷擦泪，随后面无表情地坐下。智勋爆出丑闻，新闻纷纷报道，幼默的照片也曝光了。认识幼默的人都看到了他的照片。不久后，幼默做了采访，镜头前他又大展演技，对谣言他不放在心上，但他为智勋的孩子感到心疼，希望孩子不因生病遭人指指点点。另一方面，智勋通过部下得悉幼默涉贿，数额巨达30亿，他迅速联络精神病院，声称幼默精神有异常，打算选举后将幼默送入精疗所。接着部下开始追问秘书，难道对幼默的行为毫无察觉？秘书说明了，幼默与那些女士很少见面，遇到一位时感觉有点异常，但他并不清楚幼默接受了钱财。下属听闻后向秘书发火，指派他跟踪幼默，不是做普通文员，而是去监控幼默。秘书则反驳道，智勋让他监视幼默，幼默心里明白，因此行动都会避开他，让秘书保密并写下整件事，接着复制幼默的手机。晚上幼默探望母亲，他母亲却已不认识他了，称自己的孩子在美国，因为说不了话，便请幼默代写一封信。文章讲述了妈妈的思念，看到日益苍老的母亲，幼默感到非常心痛。同时志远打开了手中的 U 盘，这是幼默给他的。那晚幼默来到志远家，志远坦白他已经知道幼默的秘密，但他不懂为何如此出色的幼默为什么非得这样呢？就算不偷取他人的生活，幼默自己也能活得很出色，只是没有玄珠那么耀眼而已。幼默不再遮掩，自从在玄珠家做事起，他就羡慕玄珠的奢华生活，这才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以前说到这会觉得害怕，但现在不会了。说完，他递给志远一个 U 盘，里面装着关于幼默盗用安娜身份、玄珠去世和智勋前妻之死的证据，还有智勋操纵股价、贪污逃税的文件，以及幼默的收贿记录。之前网上关于智勋和代写论文的热搜，也都是幼默操控的，但这些都被智勋压制了。因此幼默只能用自爆的方法，让志远将证据交给检察官，而且趁选举后上任前行动更妥，因为那时智勋可能会松懈，把这些事交给志远，是因为他当幼默的时候唯一关心他的人。这也算是向志远和玄珠道歉。志远警告幼默，现在抛开一切，他未来的日子会更艰难。幼默不以为意，他已做好准备，因此才会去找志远，即使被判刑他也不在乎，他会设法存活。浏览电脑里的信息，志远心里感到难过。幼默探望母亲后，在回家的路上请秘书一件事，万一他有什么意外，希望秘书能照料他妈妈，明天就能知道选举结果。幼默在后台等待，见到他情绪低落，秘书欲表关心，未料幼默要求解雇他，秘书觉得自己已尽责，是时候告别了。他感谢秘书守信，没有向智勋透露内情，他将在明日下午前往检察厅，到那时幼默将不再存在，秘书一无所知。但他相信幼默现在做的是对的，所以他决定一直陪伴他，不辞职。虽然他力不从心，但想坚持内心的正义。不久后疗养院来电，母亲一直在找他，快撑不住了。幼默顿感心痛。这时智勋成功成为市长，现场立刻爆发欢呼，只有幼默显得悲伤。随即志远收到幼默的提醒，智勋担任市长后将前往美国，这是志远采取行动的好时机。志远赶紧去见检察官。与此同时，智勋正赶向机场，幼默拦住人家，说他妈病重了，想去疗养院探望。智勋开玩笑问，丈母娘不是在美国吗？怎么去了疗养院？然后告诉幼默，刚竞选完不能走，但他会派人去探望。幼默没辙了，只能和智勋一起去机场，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。飞机起飞前，幼默得知母亲去世的坏消息，他非常伤心，心里对智勋的恨也加深了。到美国之后，智勋故意拿走幼默的护照，声称是为了租车，但幼默发现他根本没用到。接着智勋开车带着幼默去找他儿子。路上幼默接到志远的信息，说有人阻止检察官调查。幼默默默叹气。智勋突然说道，建议幼默先休息一阵，他最近做了不少出格事。这时幼默才明白，智勋根本不是来接儿子的，而是来锁住他的自由。智勋毫不犹豫地承认了。幼默心里慌得不行，让智勋停下车，还给他护照。智勋显然不情愿。幼默转过头看智勋，注意到他没系安全带，又偷瞄了一眼手刹，心里立刻打起了主意。这时智勋也转头看向幼默，没注意到突然冲出的路，看到时已经迟了，他急忙猛打方向盘。幼默反应迅速拉上手刹，车子立刻失控，撞上旁边的电线杆。过了一会儿，幼默摇摇晃晃地从车里出来，
从智勋那里取回自己的护照，然后拿着手机走向远方。智勋卡在座位上，大声喊着让柚墨帮忙，但柚墨不予理睬，拿手机走远了，找信号去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就接到志源的短信：检察官不靠谱了。但志源会有办法，他的方法就是站在检察院外的窗户，吸引众人目光，用这招来抓那些坏蛋。收到消息的柚墨心里特别失望，法律管不了智勋，就让他来搞定。他决心一旦下定，就一定要完成。柚墨点着挂包上的丝巾，拿着包证走向智勋。不久，智勋死讯被媒体曝光，柚墨也一同失踪了。警方怀疑是柚墨干的，还在追查柚墨的行踪。不久，智勋的葬礼照常进行，但现场人迹罕至，只有几个记者和自闭的儿子在旁边玩。几年后，加拿大白雪皑皑，一个女人拉着木柴车向自家小屋前行。经过邻家时，热情地跟邻居打了声招呼。邻居跟朋友提起，此女士相当了不起，她一个人从美国走到加拿大。朋友听后震惊不已。女人带着木柴回到小屋，往壁炉添了些柴火后，女性缓缓摘下帽子和围巾，竟然是久违的柚墨。那一日，她将点着的手包和打火机扔进车内，不理会智勋的叫嚷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。一边走一边回忆往事，非常后悔，如果当初不说谎，不追求那高尚生活，变成现在这样就不会了。安娜的故事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关注我，更多好剧等你来看。